很多人说，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工作，该怎么办？这种茫然，很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状态。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不会教你寻找你自己，成为你自己。当你把所有的时间拿来应付考试，当你稀里糊涂听父母的意见填了高考志愿，当你浑浑噩噩读完大学要找工作了，甚至当你随波逐流找了个工作干了好几年，哐当，某一天你猛然发现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。你羡慕那些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人。到底要怎么才能知道你喜欢做什么呢？首先，你的时间花在哪里是看得见的。也许你不喜欢你的专业，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但你一定有喜欢做的事，那就是学习和工作之外，你愿意将大把时间浪费在上面的事儿。比如你喜欢玩游戏，比如你喜欢逛街买，比如你喜欢追星，比如你喜欢看电视。你一定会问，这不是我业余时间的兴趣爱好吗？这跟我喜欢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对工作的理解太狭隘了。很多你认为是消遣、娱乐的事儿，都可以通过你的努力，变成一份很酷的工作。比如我家罗同学的圈子就是游戏圈，很多男生从小就喜欢打游戏。我家罗同学当初进报社，就是因为这份报纸有游戏版。他的朋友很多都在游戏媒体或者游戏公司工作。有个男生从小成绩烂到家，每天都是被他老妈揪着耳朵从游戏厅抓出来的。后来他考了个野鸡大学，勉强混毕业了，然后又混了几年，当上了游戏解说，然后就红了，一个月赚20多万。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生，从小就爱逛街，就爱买，她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看时尚杂志上了。现在她的淘宝店人气很不错，据说双11那天，她家营业额好几百万呢。一天几百万哦，我去。比如我还认识3个女生，从小都爱追星，人生目标就是不管怎么样也要进入娱乐圈。周围人都觉得他们疯了，能做点靠谱的事吗？那是正常的工作吗？其中一个女生念了社科院经济学硕士，找了电视剧广告植入的工作。她每天可以在片场盯广告植入，可以近距离地观摩她热爱的明星。因为真心热爱并且珍惜这份工作，她成了广告植入圈最专业的人。目前她已经在做影视投资了，可以接触更高端的娱乐圈，是不是很爽？另一个女生，1994年出生的大美妞，梦想是嫁给李易峰。她就想写出一个好剧本，能跟李易峰合作。她真的很拼很努力，现在是我们公司超有潜质的编剧。她要用最正当的方式，最体面的姿态，站在李易峰面前。第3个女生从小就梦想要当经纪人，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梦想傻透了，并且难度极大，根本不可能实现嘛。她被嘲笑过很多次，她也哭过很多次。后来她就当了我的助理。她才22岁，就比好多资深经纪人
还要恐不好吗？他成天威胁我，稿子写不好就别想去吃饭。所以呢，看上去再不靠谱的爱好，只要你愿意为之努力，它都可以成为你将来的职业发展方向。又有人会说，这只是我的兴趣，不适合当成职业吧？不要把兴趣当成你的职业，这样会毁了你的兴趣。这就是我最讨厌的话之一，瞎扯淡，耽误了几代中国人。如果把兴趣当作职业，就会毁了你的兴趣。唯一能说明的是，这不是你的兴趣，这只是你一时的心血来潮。你需要认真思考的是，这真的是你的兴趣吗？你对它足够热爱吗？你愿意为之付出一切，去学习，去努力，去创造吗？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，采访过太多牛逼的人，最深刻的感触就是，在每个领域做到顶尖水准的人，一定是以兴趣为职业的。把你感兴趣的事做到最好，这样你才能在某个领域做到最极致、最牛逼，别无他选。有人会说，我认真思考了，我业余时间真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。看电影也行，看书也行，看电视也可以。没有强烈的爱憎，没有强烈的兴趣，我该怎么办？这种人生活中我也认识，都是属于性情温和宽容的好人。跟我这种从小就爱憎分明，从小就偏执的人是两种人。我建议他们要多去体验，多去试错，用排除法找到自己的兴趣。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害怕出错。廖一梅就说过，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有勇气的时候，我这种以试错的方式来确定的人生，丰富多彩。我们公司另一个女编剧，就是喜欢陈伟霆的那个超级大学霸。以前她没有特别的爱好，到了找工作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。于是她开始尝试很多事。她是过在报社当实习记者，她是过去网站当编辑，她是过在全球500强大公司当总裁助理。她发现自己可以认真负责地做好，但是并不会发自内心去热爱它。虽然看上去她浪费了很多时间，但这是一种排除法，即使她没有找到喜欢的，至少排除了她不喜欢的。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她看到我们公司在招聘编剧，当时要求交一个故事大纲。这是她还没有试过的领域，她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。她花了3天时间写了个故事大纲，她交上来的是我看过的最有灵气的故事大纲之一。然后她加入了我们的团队，她发现自己这才找到了真正喜欢的工作。她以前的目标是要朝9晚5，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。现在我们是朝9晚1，天天变态式的加班，她比谁都来劲。现在她是我们团队最牛逼的编剧。很多时候我都后怕，如果当时她没有一时冲动交了那份故事大纲，那么她就错过了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。可是如果你愿意不厌其烦地去试错，那么总有一天你会和自己喜欢的事相遇，那种感觉会非常非常幸福，就像浩劫余生，漂洋过海，终见陆地一样。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很多人不是对自己的专业不喜欢，
对自己的工作不喜欢，而纯粹是懒。专栏作者杨奇涵就写过一篇文章，成功跟专业无关，讲了这种现象。他说，很多人不是对专业本身不喜欢，只是不喜欢学习过程中由于智力、精力、耐力等方面的不足导致的挫败。没有什么比挫败感更能激发厌恶感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把挫败感等同于厌恶感，让原本无辜的专业为我们的负面情绪埋单。不喜欢，所以我不学；不学，所以我学不好。去你妈的！其实，从正面来说，你把当下的事做好，你擅长的事，你就会越来越喜欢。我们不是都这样吗？擅长什么就会喜欢什么。就像小时候你哪科成绩好，就会喜欢哪科。难道我们会因为数学只考了8分，从此热爱数学吗？我们有病吗？所以，与其花很多时间去东想西想，挑挑拣拣，不如把你手头的事用尽全力做好，看看你的上限在哪儿。伊坂幸太郎说过，你知道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吗？是豁出去的决心。不管你是要去寻找自己的兴趣，确认自己的梦想，也不管你是要下决心做好手头的事，或者去创业，你都要记住，今天就是你余生的第一天。